我大概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因为没有出国读书过，不知道要怎么问啦。其实，而且看到我有个去香港的同学，常常 po 出去玩的照片，汗颜大笑，就是想听听在国外读书的心得的括号问号，好奇在那边的生活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在香港读书的台湾人佳佳。那从去年8月底、9月初来到香港，一直到现在，是时候记录一下自己截至目前的心情。首先，我来香港之前也跟刚刚那个朋友一样，觉得出国读书的人都一直在玩，这是一个迷思。可能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对方在放假，同时也可能因为对方住在宿舍，所以他的生活自然就比较自由。再来，那就是你刚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，是还蛮难受的，精神层面还有废物求生层面。前2个礼拜就会觉得自己在玩模拟城市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举例给大家听一下，就像是你刚起床，然后你食物那个的 bar 已经亮红灯了，因为你很饿，但是你一早起来，你又长得非常恶心，所以你那个 bar 也亮红灯，然后你很需要去梳洗自己，但你还要走出房间拿很多东西过去，要上厕所那个也亮红灯，想说我去洗澡，结果呢，你发现你已经没有衣服可以穿。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，通常你的结局都是挂掉，死神就来接你了。前2个礼拜就是这种感觉，但没有走到死神那个部分，你只会觉得说 ，Is there like an auto button in life that I can just turn it on？ 然后我的生活就会 function by itself。可能因为我本来太懒了，其实这只是小事啊。因为毕竟你之后还在面试的时候，人家就会很肯定你独立生活的能力。现在刚开学没多久，我跟一位之后也要去英国读书的朋友所说的话，就是很复杂的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明。我本来也不是很想家，但有的时候心真的好累，就想哭一下。朋友就以这大概就是留学生必经之路吧来作结。那这一段复杂的情绪呢，我现在称之它为前思乡阶段，因为你之后就会真正的转变为思乡阶段。出门之前跟舍监说我要去上课了，我会想到之前高中每天上学前都会跟妈妈说我出门喽，因为参加活动去跟一些住在香港的泰国奶奶学雕蔬菜，然后看到奶奶满是皱纹的手，我就想起自己的阿嬷，就会突然很想亲人。这种时候朋友就很重要，不管你是在异地行者的朋友啊，或是已经分隔两地的好朋友。紧接着呢，我们又来到了后思乡阶段，这是什么呢？你会想要找精神寄托来转移你的思乡之情，不管是对于人事物，但就像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一样，你也不要把你快乐的泉源全部都寄托在同一个东西上面，不然如果你寄托错的话，你过一阵子就会体会到 mental breakdown 是什么意思了。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分成了3个阶段呢，但有一件事情是贯彻始终的，那就是食物。其实我最想念的应该是台湾食物的价钱。出国读书，它有它的迷人的地方，它也有烦人的地方。还在台湾的时候就要搞签证啊，然后来这边要弄入境事务所、银行账户什么。其实我上学期有的时候自己走在校园里，总会觉得说 ，I feel like I'm just a coward brave enough to run away from home。但生活中也有一些 moment 让你觉得。我很庆幸自己当初做的选择，我很庆幸我现在在这里。我还没走完整个出国读书是怎么回事的体验，但这是我截至目前为止的心得，还有我和自己的对话。虽然你也在偷听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喜欢一下吧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可以干嘛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让我知道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或者直接跟我讲也是可以的。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的下一部影片里面见面，或者是在真实世界中见面。就是谢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，这个人工草皮真的是有点硬，我要离开了，拜拜。到底佳佳有没有办法找到人生中的 auto button 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。干，不要乱踢啊！但是会怎样？你就失去自由了。哦，对耶。